访澳行程的最后一天，国务院总理李强来到位于西澳大利亚州首府珀斯。澳大利亚对华出口的70%以上都来自这里。李强表示，中澳经济优势互补，是天然的合作伙伴，希望两国企业家持续把中澳合作共赢的蛋糕做大。结束新澳之行后，李强当地时间6月18号晚乘包机抵达吉隆坡国际机场，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正式访问。 当地时间6月18号上午，李强在珀斯同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共同出席第7届中澳工商界首席执行官圆桌会并致辞，约30位中澳商会和企业负责人出席。 在听取两国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目前中澳关系呈现稳步向好的积极势头，只要坚持坦诚对话、包容理解，就能妥善做好矛盾分歧的管控；只要秉持开放合作、相互成就的胸怀，就能取得更多互利共赢的成果。李强指出，要将中澳经贸合作置于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以全面视角和战略眼光加以审视，从而更好地把握大势。中澳发展彼此受益，是紧密的利益共同体；中澳经济优势互补，是天然的合作伙伴，中澳合作前景广阔，是稳定产业链、供应链、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希望两国企业家持续深耕传统领域合作，着力拓展新的合作领域，积极布局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把中澳合作共赢的蛋糕做大，同时为推动中澳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贡献力量。李强强调，中国正在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举措，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营商环境会越来越好。希望各位企业家把握机遇，携手奋进，不断取得更多丰硕的发展和合作成果。阿尔巴尼斯在致辞中表示，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中国发展为澳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澳方愿同中方加强经贸、矿产、创新、维护产供链稳定，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务实合作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就未来我们和澳大利亚的科技领域的合作，包括我们将来要讲的人工智能、大数据，我们未来的发展战略和澳大利亚目前的某些潜力是有好多合作的契合点。所以，李强总理这次访问呢，从表面上看是解决了一些紧急的一些中澳关系的经济和贸易的问题，但是呢，未来可以挖掘的中澳两国合作的这个领域是非常宽的。 你好。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18号上午，李强还参观了中资企业天齐锂业的研发设施。该公司51%的股份由深圳和香港上市的天齐锂业所有，剩下的股份由澳大利亚矿业公司持股。锂是电动汽车电池所需的关键原材料。据法新社报道，澳洲开采全球52%的锂，其中98%的锂以矿石形式出口到中国，进行精炼并用于电池，特别是电动车产业。金融时报指出，澳大利亚向中国出口铁矿石和锂，保持了澳大利亚经济的弹性。 Whatever the issue, it is always better if we deal direct with each other. There are 1 in 4 Australian jobs that are trade dependent. We'd like to see more opportunities for trade because that supports, it cements and secures jobs for Australians here at home. 18号下午，李强在澳大利亚的最后一项活动是参观澳大利亚矿业巨头福特斯克金属集团在珀斯的清洁能源研发设施。这家位于珀斯的工厂正在测试用于火车、轮船、卡车和重型采矿设备的氢、氨和电池动力技术。福特斯克金属集团董事长安德鲁·弗雷斯特在接待李强时，积极向其推销，称希望每年向中国出口1亿吨的绿色矿石。在中欧贸易战磨刀霍霍时，中澳关系却在回归正轨，两国贸易也正常化了。 那想请教一下陈先生，您怎么看中澳关系新进展呢？主持人好，中澳关系回归正轨与澳大利亚政府走出地缘政治障碍，正是两国正常关系有关。去年澳总理阿尔巴尼斯访问中国以后，逐渐的把前任莫里斯带来的中澳关系阴云一一扫光，经贸重新成为中澳关系的压舱石。中国也在逐渐的取消对澳进口产品增加的关税。 去年，澳大利亚1/4的出口额流向了中国，超过其后3个国家的总和，也就是美、韩、日3国总和。今年3月中国宣布终止对澳大利亚进口葡萄酒征收的反倾销税。5月，中国又宣布取消对澳大利亚5家主要牛肉生产商的进口禁令。仅葡萄酒一项今年4月份就有8600万澳元的澳大利亚葡萄酒运往了中国。 比过去3年销往中国的葡萄酒总额还要多。现在中国总理李强访问澳大利亚，可以说是两国关系进一步回暖，是中澳贸易全面复苏的标志。从中国把澳大利亚纳入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
到继续租借大熊猫给澳大利亚人观赏，再到重要铁矿石和锂矿的开采与精炼，好像呢友谊的小船是一个接一个的释放出来了。据说澳大利亚对华出口的最后一个障碍，也就是对澳活龙虾的进口禁令，很快呢将解除。这样呢，澳大利亚就从经贸泛政治化的藩篱中走出来了。中澳两国呢也更加注重彼此的经济机遇，双方关系进入到新的阶段。包括欧美很关心的中国电动车，澳大利亚呢向中国是开放市场的，中国电动车占澳大利亚市场的80%以上，没说什么产能过剩，更没说要加征关税。这中澳关系呢，简直就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欧盟的刻薄和愚蠢。好好的中欧贸易关系不加以维护，非要对中国电动车增加进口关税，破坏双边关系，损害各自的利益，真的是很傻很天真。Should Australia resist the temptation in the future to be so dependent on China? Sarah, I think we can do both. Well, you can't. You really have to choose, don't you? You can't be entirely dependent on one country and choose to diversify. It's one or the other. No, I think we can walk and chew gum at the same time, to be honest with you. We can increase the volume of our sales to China, and remember this, both the terms of trade and the volume are at record levels. But we can also diversify, and of course, that's exactly what the Albanese government has been doing. 目前，中国对澳大利亚铁矿石还有澳大利亚的矿藏的需求量依然很大，双方之间的相互依赖是历史形成的，是不可能很快改变的。那么，阿尔巴尼斯总理这样说呢，首先要强调一点，就是澳大利亚愿意继续向中国出口铁矿石和它的矿产品，同时呢，也愿意继续把中国当作澳大利亚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就促进澳中之间的这个互联互通，促进之间的相互的深度的这个经济往来、贸易往来，这是澳大利亚县政府的目标。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18号的记者会上也指出，中澳关系的本质特征是互利共赢，中澳发展对彼此是机遇而不是挑战。中方愿同澳方坚持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定位，用好中澳战略经济对话等机制，不断扩大贸易规模，积极拓展新能源汽车、可再生能源发电等领域合作，加强地方文旅等交流合作。希望澳方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为双方人员往来提供更多便利。结束新澳之行后，李强还将对马来西亚进行正式访问。据外交部介绍，访马期间，李强将同马来西亚最高元首易卜拉欣、总理安瓦尔等会见会谈，并同安瓦尔总理共同出席中马建交50周年庆祝活动。马来西亚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扎夫鲁指出，李强访问期间预计会签署马中经贸合作5年规划。扎夫鲁表示，两国已同意进一步深化高水平制造业和数码经济等优先领域的产业联系，计划将深化在机械人、企业发展、创新与初创企业以及农业和原产业研究领域的合作。双方也预计会签署2份政府间的谅解备忘录，加强数码经济和促进绿色发展投资合作。马来西亚作为东盟成员国中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也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参与国。马来西亚外交部表示，李强将会出席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项目的奠基仪式。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项目全长665公里，东起哥打巴鲁，西至巴生港，横穿马来半岛，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纵贯马来西亚南北，被视为连通马来西亚东西海岸的陆上桥梁，是中马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是中马两国之间最大的经贸合作项目，也是迄今为止中国企业海外在建的最大单体交通基础设施项目。